如果你问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最有人气的神明是哪一位？你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会是象神甘尼许。在印度，他拥有专属的节日，被认为是智慧之神、成功之神。这样一个外形特殊的神明，也赋予他在印度文化中相当高的知名度。在这次影片中，我们就来谈谈印度教人气神明象神甘尼许的故事吧。甘尼许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众生之主，由众生及主宰所构成，也被译为群主。象神甘尼许一共有32种化身，常见的形象为4只手，挺着大大的肚腩，象征着福气，也象征能容纳天下事。大肚子虽然不太符合现代健康的标准，但看久其实也蛮可爱的。盘着腿，大象的头，而且有一边的象牙断裂，手持兵器、书本、甜食，手上拿的东西会因形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而且坐骑为一只小老鼠。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所谈到的湿婆吗？他是象神的老爸，而帕尔瓦蒂则是象神的老妈。关于湿婆与帕尔瓦蒂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好看，如果还没看过的观众，建议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去看看。湿婆在经历过一段悲惨的恋情后，终于与帕尔瓦蒂修成正果。但湿婆作为隐居苦行的代表，很难真正投入到满是欲望与业果的世俗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不想要孩子。湿婆奉行着极度禁欲的苦行生活，甚至在婚后都时常离家进入深山密林中修行。而帕尔瓦蒂则是家庭生活的体现，她需要丈夫，也需要孩子。在湿婆外出修行的时候，孤独的她自己创造了一个孩子，按照想象中最可爱的模样，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卷卷的黑发，胖嘟嘟的身体，心想着完美的小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一天，帕尔瓦蒂正在洗澡，并叫甘尼许在门口帮他把风。与此同时，湿婆回来了，心想这毛孩子谁呀？一心只想回家的湿婆打算无视甘尼许往家门口走，但小小的甘尼许挡住了湿婆的路，并拒绝让他入内，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眼前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尽管甘尼许抵死不让湿婆进门，但湿婆早已被甘尼许的无礼所惹恼，于是二话不说把甘尼许的头给拧了下来。话说甘尼许也是够勇敢，连破坏神也敢拦，真不简单。帕尔瓦蒂听到骚动后跑出来，看见湿婆以及没了头的儿子，他的反应可想而知。然而湿婆暴躁归暴躁，但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出了名的怕老婆。看到暴怒的帕尔瓦蒂追上来，湿婆赶紧拔腿狂奔逃离现场。为了寻找补救的方法，湿婆来到丛林间漫步，看见万兽之王迎面而来。这里的万兽之王可不是什么狮子、老虎，而是大象。在印度文化的认知里，大象被认为是地表最强动物。其实不只是在印度文化中被这么认为，事实上，大象也确实是陆地上最强壮的生物。湿婆灵机一动，把大象的脑袋给摘了下来，并跑回家把象头给儿子安上。老婆帕尔瓦蒂一看，这也蛮可爱的嘛，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由于甘尼许是由母亲帕尔瓦蒂一手创造的，还不具备父亲湿婆的神力，所以在湿婆为甘尼许安上象头的时候，甘尼许才继承父亲的神力，成为真正的神。还记得我们前面说到甘尼许一边断裂的象牙吗？象神被印度人认为是掌管纯真智慧的神奇，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被认为是世界最长史诗之一。据说当初记录这份史诗的工作就是由象神甘尼许完成的。甘尼许当时在广博仙人旁不眠不休地听其口述，并用神笔把内容一一写下来。但因为仙人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神笔竟然被甘尼许给写坏了。为了避免记录中断，甘尼许干脆折断象牙，沾上墨汁继续抄写。在不断的抄写后，终于把海量的摩诃婆罗多完成，使其得以流传于世。而折断的象牙也象征着世上没有完美理想的命运，凡要成功都必须做出牺牲。而关于象神的坐骑是只老鼠，其实也是有象征意义的，一般可以分为3种说法。第一个，甘尼许身躯庞大却不歧视小小的老鼠，象征象神的谦逊与慈悲。2. 印度以农立国，象神驯服啃食作物的老鼠，象征为民除害。第3个，印度人信念的呈现，在智慧的代表象神面前，就算老鼠诡计多端，也都是无伤大雅的手段。而在每年雨季结束大约8、9月的时候，
印度各地就会开始庆祝象神节，时间长短不一，有的3天，有的5天，甚至7天或10天都有。其中孟买最为盛大，长达11天。这项庆典为印度保存了重要的传统文化。在象神节庆祝期间，信徒会用粘土、石膏塑制神像在家祭拜，让大家能祈求象神赐予智慧、知识与财富。祭品包括椰子、花环、香枝、鲜果、甜米糕。然后在祭典最后一天，就有众多志工推动象神神像，与乐队和挤满信徒的道路一起奏乐、放鞭炮和跳舞，并将象神迎向水边，可能是海，可能是河，让象神沉至水底，象征着回归自然。每年耗费巨资精美打造的象神神像，最终还是要被推入海底沉没。这对外国人来说实在有些无法理解，但对于象神信徒来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而这往往无法以常理去解读。况且祭典为孟买带来更多观光客和商业活动，投入资源是绝对值得的。象神节还有一个最为人诟病的问题，那就是环境污染。多数印度人相信，由泥土和稻草附上石灰颜料打造的象神神像可以自然分解于海洋，而被海浪推回沙滩的神像碎片，印度政府也发起净滩活动。象神节过后，很快就把沙滩清理干净了。撇开耗费巨资和环保的问题，孟买象神节庆典所带来的不只是信徒心灵的满足和促进消费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印度的传统文化与记忆也在庆典中被保存下来，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基本上，印度人相信大象是记性最好、最有定力和友善的动物。人们相信，象神越大或历史越悠久，其所蕴含的神力就越高强。人们只要前往奉献、祈祷或触摸这些象神的脚，就能获得象神的赐福。不夸张地说，在印度各地场合供奉的种种神像中，最常看到的神应该就是象鼻神，甚至比湿婆本尊出现的还多。它是消除灾厄、庇佑诸事顺利的功能神。在台湾开工立事、开业大吉等关键时刻，我们的第一需求是财神，而在印度，象鼻神负责了这一个角色。它是财富、智慧和富饶的代表。而甘尼许那圆滚滚的身材，看起来是不是也很有福相呢？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次见。